9月2号，我收到了幼师朋友的信息，问我有没有淘汰的仓鼠笼给他们幼儿园用用。我就好奇啊，现在幼儿园也要养仓鼠了吗？原来是这样的，每个幼儿园都要养一个宠物，他们选择养了兔子和仓鼠，而且呢还给我发来了视频。笼子真的非常小，看这个兔子的眼神，动物也会抑郁的好吗？于是热心的老父亲就自告奋勇地提出，我去给小朋友们上课吧，教小朋友如何正确的养仓鼠。毕竟幼儿园让小朋友养仓鼠，培养中爱心意识是非常好的，但是呢要正确的培养那才行。那么就把豆沙和芝麻的笼子去送给人家好不好？那你把笼子送给人家了，芝麻豆沙住哪儿啊？你放心，我已经有更好的方案了。视频看到结尾，我告诉你们。1、2、3。好。接着我们就开始了送笼子的路程。一直以来，我们的后台私信都会收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信息。我就买了一对，最后母仓鼠把公仓鼠的头给吃了。我家的一只小仓鼠被另一只咬死了。我朋友养了2只，一只被另一只咬死了。能不能再买一只仓鼠？我现在有40几只仓鼠了吧？我为此呢还出过几期视频吐槽过，看过的朋友弹幕扣个1，都算老粉了啊。这些小朋友呢，也正因为不知道正确养育小仓鼠的方式，所以会出现这么多的问题。那正好现在去幼儿园送笼子，我就准备给小朋友上课，教教他们小仓鼠的生活习性。36.4。做好实名登记后，我给他们布置了一下笼子，老本行了嘛。结果没有想到的是啊，他们养的这只小仓鼠居然是一只3线。3线。好小哦。要知道小芝麻也是3线子仓，现在小芝麻的笼子又住进了另一只3线，这应该是一种缘分吧？对，这是只小芝麻，它应该还没成年，还是养了，我们养了那个1年。它肯定一直咬笼子吧？你看咬成这样了。对，因为体积太小了。对，活动空间比较小。没有想到这只小芝麻也会耍单杠，不过体型对于芝麻来说还是比较瘦小的。这么一看，芝麻确实被我喂得还不错。是只小芝麻，好小哦。好可爱，好累了。是只小3线。儿子，你这边有个阿高的吧？你待会走的时候还是照我。它一下就是上飞门了。这只小仓鼠已经在小笼子里生活了1年了，换到这么大的笼子真的是超级开心，一直在到处跑，到处手戏。在这里一个头，小鼠头。这个画面真的太像芝麻还在的时候了。有点像小时候的芝麻。但是旁边的兔兔小朋友不乐意了，他直接顶开了笼子上的锁，差点越狱。你想干嘛？你想怎地？然后把密码锁开。你说你想怎地？啊？你想怎地？这是兔子的，仓鼠的。好吧，强烈对比，这已经算豪宅了。这么一对比，兔子确实委屈啦。200。200的，因为他200块钱买的。200。我们家有猫，防止猫进去的。对，你这个好的不得了，我们这正好有。跟老师们交代完了笼子的注意事项，接下来就要给小朋友上课了。这社死现场，不值得给老父亲点赞鼓励鼓励吗？这姓什么，小帅哥？我姓林。欢迎林老师。林老师，大家好，林老师你好。我们的视频。公开处刑。小朋友喜欢小仓鼠还是小兔子啊？对，举手，明天举手。这个小朋友，你都喜欢。那旁边的姑娘呢？有没有谁养过小仓鼠？举手。家里养过小仓鼠、小兔子。那你们有没有见过这么大的笼子加小仓鼠啊？
是不是没有？其实小仓鼠呢，它需要一个很大的笼子给它养的，为什么？因为小仓鼠一晚上能跑好多路。小仓鼠它只能一只养，它不能所有的小仓鼠混在一起养。知不知道为什么？你举手来告诉我。对，小朋友给他鼓掌。这个小朋友叫什么？心怡。好，给心怡小朋友鼓掌。给心怡宝贝鼓掌。很棒。小仓鼠一个人长大了之后呢，它跟我们人不一样。小仓鼠它是独居的，不像我们人呢要跟爸爸妈妈住。小仓鼠长大了之后，它喜欢一个人住，因为旁边有其他的仓鼠，它就会觉得是来抢它的地盘的，来抢它的房子的，所以呢，它就会跟其他仓鼠打架。小仓鼠长大了，一定记得不要养其他小仓鼠跟它一起。来，你坐好，这样好，拜拜。对，因为打的但是有没有什么问题啊，小仓鼠？没有，那也很棒。对，会用成语。对，那你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啊？对，哇，那会是你说的，哇，好厉害！其实我才知道，现在很多幼儿园都会要求养1、2只小动物当宠物，因此来培养小动物对动物的爱心。没有想到我们国家的教育已经这么关注小朋友的心理健康了。对比一下，霓虹国同样的方法，带小朋友去养猪，养大了以后再用吃掉的方式来教育小朋友对食物的珍惜。这种方式真的不会养出变态吗？所以我觉得我们国家的方式还是比较正常的。但是对于宠物的培养方式来说，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。万事开头难嘛，我们作为宠物博主，今天能参与到这样的活动中来，也是非常的荣幸。相信芝麻如果知道了自己的笼子还能帮上这样的忙，大家对自己的喜爱能上升到教育意义，一定也会非常的开心。芝麻这一辈子活得真值了。谢谢。来，小朋友过来。小朋友露个脸吧。很想嘟嘴。好。这一只小仓鼠的迷宫吗？小仓鼠的迷宫。抽象派。哇，这个好看，这么丰富的颜色呢。那么下一期我们将会制作一个全世界绝无仅有的笼子，豆沙也会有一个超级棒的新家，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吧。